这位长老，你这话说的不对，楚风怎么就狂妄自大了？楚风怎么就目中无人了？虽然我是第一次见到楚风，可我却没有见到楚风狂妄自大，更没见到楚风目中无人。想必你也是第一次看到楚风，那你又是从何得知楚风像你说的那般不堪的呢？然而天道府长老话音刚落，便有人发出质疑，并且质疑的人还不在少数。楚风此子隐藏极深，他本性如何，岂是你们这些人能够看穿的？天道府长老冷哼一声，扫视众人的目光尽是轻蔑之色。身为天道府的长老，打心眼里看不起这些在场之人。原来如此，可是此话你为何不当着楚风的面来说呢？有人再度大声问道。听得此话，那位天道府的长老顿时眉头一皱，嘴角也是一阵抽搐。虽然倍感愤怒，可一时之间他却也不知如何回答。见他如此，在场的许多人都是轻笑起来，眼中也散发着讽刺的目光。天道府的人看不起他们，难道他们看得起天道府？也许在此之前，许多人还都觉得天道府正义凛然，是人族的一个金字招牌，看到天道府的长老与弟子都多少有些羡慕。可是经过之前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后，天道府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早就发生180度大转弯，那种神圣的感觉早就大打折扣。依我看，你是不敢在楚风面前说，对不对？那位再度说道。话后还一阵大笑。与此同时，在场的很多人都是大笑起来，尤其地狱府的人笑得更是非常爽快，无尽笑的爽快。人们看向天道府这位长老的目光中还充满了鄙视，因为人们都知道这位长老为何不敢当着楚风的面说先前说的那些话，就是因为他不敢。他若只是不敢，那也还好，毕竟楚风实力在他之上，并且杀伐果断，他怕死，不敢说那也无可厚非。但他当着面不敢说，可是等楚风走后，他便立马说，这则让人们很是反感。如果说之前他说楚风闲话，人们还可以理解，毕竟不知者不怪，莫说是他，在场的很多人在楚风出场之前都怀疑过楚风的实力，可是已经见识到楚风实力的他，并且已经被楚风放了一马的他，竟然还不知悔改，还在背地里说楚风的闲话，那人们就只能看不起他。谁让他身为天道府的堂堂长老，却只有背地里说闲话的本事？人后凶猛如虎，人前低贱如狗，这种人乃是真正的小人，就算被人看不起，也怪不得别人。你们给我住口！老夫岂是你们这些东西可以随意羞辱的？忽然，天道府的那位长老怒了，一时之间威压滚滚，宛如无形的洪水一般，卷向四面八方，攻向所有取笑他的人。怎么，只许你背后说人是非，还不许他人指出你的错误了？然而就在这时，同样一股强横的威压席卷开来，抵消了天道府长老的威压。原来是地狱府的长平长老出手了。地狱府的，你们又想做什么？天道府的长老将矛头指向了长平长老，不想做什么，只是想说几句公道话罢了。不是我说你呀，之前你背后说人家楚风小友闲话，楚风小友就没有追究，这是多么的大度。可是现在楚风小友走了，你们居然还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啊？长平长老笑眯眯地问道。见自己的对头当众贬低自己，那天道府的长老更是气得不轻。也许旁人说他还能忍，可是对狱府的说他便无法忍。就是人前嬉皮笑脸，人后搬弄是非，这可不像一个天道府的长老该做的事。遇到恶人弟子不杀，反而侮辱斩杀恶人弟子，救了我等性命的楚风。今日我对天道府可算是有了新的认识。可还不待天道府长老反驳，在场的围观之人便纷纷附和起来。一时之间，人心所向，天道府竟成了众矢之的。此刻，天道府的长老脸色铁青，其他弟子们也是满面难看，甚至有脸皮子薄的都不敢抬头看人，觉得自己丢脸。天道府这一度让他们脸上增光的名号，此刻竟让他们有些不敢背负了。而他们都很清楚，之所以会这样，一部分原因是那位为首的长老领导不当，做了很多过分之事，导致他们在此处人心尽失。但最主要的却是因为楚风，是楚风让他们成为了此处的众矢之的。可是哪怕如此，天道府更多的弟子对楚风不是憎恨，而是惧怕。同为小辈中人，楚风所具备的能力让他们不得不怕。这种情况之下，天道府的长老尽管很是不甘，可也不好意思再在此处逗留，只能咬牙切齿地率领着天道府还活着的人离开此处，进入了丛林之中躲了起来。走得好，早就该滚了，滚了更清静。哈哈哈！天道府的走后，此处欢呼不断，楚风真是厉害。而看着这样的情景，长平长老则是感叹起来。长老不知此话怎讲？有人低声问道。不是我妄言，当今小辈之中，我个人觉得唯有楚风最具备帝王的气质。长平长老说道。听得此话，在长平长老身旁的几位都是暗自深吸了一口气。长平长老在德玉府谈不上是什么大人物，可毕竟活了也将近100年，阅人无数，哪怕德玉府的10位御史他也都是见过。可是长平长老却给了楚风这样的评价，连10位御史也是无法与楚风相比，这叫他们怎能不惊？外界之事，楚风并不知晓。他为了快速抵达堡垒中心，必须争分夺秒。此处的关卡很多，既有结界陷阱，也有嗜血凶兽，最弱的凶兽都是半地境。除了这些，有的关卡竟然藏于无形之中，走错一步，身体不会受损，但却要浪费时间，要走弯路。这里的重关卡不仅考验实力，还要考验智力。不过有楚风开路，一切便都没有那么难。楚风一路前行，甚至连脚步都未曾停下过。不仅他的速度快，就连紧随其后的严邪也是得到了巨大的利益。因为有楚风在前面开路，严邪只需奔跑便可，根本就无需多做什么。虽然严邪没有像辣椒他们3人那样被楚风的结界保护起来，但实际上他也完全是靠着楚风才能这么快来到此处。这应该是最后一关了。严邪，跟紧我！忽然楚风止住步伐，
凝重地看着前方说道。见楚风如此，严邪的眼中也是闪过一抹凝重，因为这是楚风进入此处后第一次止住步伐，仔细观望，严邪才发现前方已被棵棵参天大树遮盖起来，只有一条路可以走。楚风，你怎知道这是最后一关？严邪不解地问道。因为他没有发现这条林中小路有何凶险，相信我，这条路的前方便是堡垒的中心。不过你一定要跟紧我，不然你就远离我，离我越远越好，在进去之前就远离我。楚风说着便向前走去，但他没有动用身法武技，就像寻常走路一样，缓缓地走入。严邪不明白楚风此话是什么意思，但自然不会远离楚风，所以只得快速地跟进楚风，进入其中。除了发现那些遮盖阳光、封锁四周的树藤、树枝、树叶很是特殊，被赋予了结界，坚不可摧之外，便没有发现任何特殊的地方，凶险更是见不到半点踪影。严邪真是不明白，为何楚风对前面那些危险的关卡那样心不在焉，反而此处却如此小心谨慎。可忽然之间，一片刺眼的金光自那漆黑的丛林深处传来，仔细一看，共有5道金光，正如同5条金龙一般，夹带着阵阵狂风的嘶吼，自正面压迫而来。此刻，严邪等人皆是大惊，他们终于明白了楚风的意思。5道金芒乃是5道威压，5道肉眼可见的威压，此刻正向楚风、严邪、辣椒、大萝卜、小萝卜5人压迫而来。这5道威压个个都很强横，而5道威压对准的目标并非其中一人，而是分别对准了楚风等5人。这也就是说，此处的威压是根据人的数量来定的，但最主要的是这威压之强横，莫说辣椒、大萝卜与小萝卜3人，哪怕是严邪也是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这威压倒不至于让严邪受伤，可却若是落到他的身上，却也将让他吕步维艰，速度大减，并且消耗不小的体力。而若真是落在辣椒、大萝卜与小萝卜的身上，他们的肉身将瞬息爆炸开来，神魂俱灭，连渣都不剩。楚风让严邪靠近自己，显然是准备凭借一己之力顶住5个人的威压。果不其然，楚风忽然大喝一声，随后耀眼的雷霆铠甲与雷霆羽翼覆盖在楚风的身上，而他的气息也是在此刻大涨，从7品半地提升到了9品半地。修为提升的同时，楚风还施展出了他最强的防御手段——无上秘技玄武遁甲术。5道威压同时落下，顿时造成刺耳的轰鸣，连周围那看似坚不可摧的树藤也是被余波吹残的左摇右晃，纷纷断裂，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可是哪怕外面已是恐怖如地狱，但身在楚风身旁的严邪等人却是丝毫不受影响，大有一种身在避风港内笑看狂风暴雨的安逸之感。然而看着那雷霆闪耀于全身的楚风，辣椒与大小萝卜皆是忍不住深深地咽了口唾沫，他们真心是被楚风强大的实力所震慑到了。楚风真的掌握传闻中的力量，可以瞬息提升2品修为，这也就是说，楚风的修为并非只是7品半地，而是9品半地。楚风和他们年纪相仿，甚至比辣椒与大萝卜还要年轻的一些，但是大萝卜与辣椒还是武王，而楚风已是9品半地，只差一点就将踏入5帝境，成为至高无上的5帝强者，这叫他们如何能不心惊？这种巨大的差距让他们此刻的心情很是复杂，但若要形容2个字便可概括：震撼。他们都被楚风的修为给震撼到了。楚风，你真的可以吗？要不然我退出去吧。可就在这时，严邪却是忽然开口。本来辣椒3人只是惊叹于楚风的实力，并没感觉有什么不妥，但听到严邪的话后，他们顿时一头雾水，莫名的感到了不安。没事的，我还撑得住。楚风笑了笑。真的？严邪不太相信。尽管楚风没有表露出什么，可是严邪却能够感觉到这5道威压的恐怖。5道威压若是各自分开，只是1道的话，严邪还能抵挡，可是5道威压汇集一成，力量竟然翻涨数倍。这样的威压连严邪也是惧怕的很，至少他挡不住，若是真的要挡，他会死。所以哪怕楚风没有表现出支撑不住的模样，可他还是替楚风担心。他已经意识到了为何那位神秘男子要劝他们不要带朋友闯关，因为眼下这道关卡若想保护他人闯过去，的确会使得关卡的难度翻越数倍。此刻闯关的也就是楚风，若是换做他人，绝对无法抵挡足足5道威压汇集而成的力量。当然是真的。楚风继续笑了笑，可是这5道威压汇集一处，实在太恐怖了，我还是退出去吧。我退出去会让属于我的威压跟我走，虽然帮不上你什么大忙，但这样做至少能让你少承受的力量减缓1/5。严邪还是不太信楚风，说话之间便准备离开楚风的保护圈。严邪兄，这里不是寻常的阵法，这里也没有你看到的那么简单。你现在若是执意出去，不但帮不了我，反而会害了我与辣椒他们，而你更是会死。楚风一脸认真的说道。听得此话，严邪身体一僵，宛如一道惊雷劈入了身体。楚风一语让他恍然大悟，5道威压已经合为一体，他若出去袭击他的不是1道威压，而是5道，他怎能抵挡得住？并且那个时候很可能会产生其他变化，搞不好真的会害了楚风他们。也许楚风没事，但是辣椒3人必死无疑。想到这里，严邪自嘲的苦笑一声，他才发觉自己真是太愚蠢了，并且若不是楚风提醒，他将因自己的愚蠢害死自己，害了朋友。相信我，这里虽然危险，可还在我的掌握之中，我能带安全你们过去。见严邪情绪低落，楚风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严邪抬起头来，看着那面带微笑却蕴含关心的楚风，他又笑了，这一次是释然的笑了。他终于知道他与楚风的差距有多大，这不仅是天赋的差距，在其他方面
他也是远不如楚风，在这样的楚风面前，根本无需他操心什么，因为他帮不上楚风的忙，他唯一能做的便是相信楚风，相信楚风可以带着他们闯过此关。听到严邪与楚风的对话后，辣椒三人也变得不太自在，满脸的过意不去。尽管他们没有严邪的观察力，可听到二人的对话后，此刻却也是后知后觉，间接的猜测到那头顶武道威压的厉害。他们知道自己是给楚风惹上大麻烦了，而楚风却没有与他们说此刻的艰难处境，而是为了怕他们有负担，选择一个人全部扛下来。此刻他们没有说话，可是心中却记下了楚风为他们所付出的一切。楚风顶着5重威压，虽然尚能撑住，可却也不敢松懈，因为他可不想被淘汰，不想这样白跑一趟。所以眼下楚风脑海里想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咬紧牙关，尽最大力量，快速的闯过此关。然而就在楚风快要走出此处之际，忽然发现前方出现了一个分岔路。真是的，这种时候竟然还弄这种小把戏。楚风轻笑一声，这个分岔路太明显了，明眼之人一眼都可以看出，左边那条是正确的，右边那条是假的。虽然明知道左边的那条是真的，只要从中穿过去，就可以走过这个关卡，进入那堡垒中心。可是经过之时，楚风还是不由自主的看了一眼右边的路。一路走来，他发现设计关卡者非常聪明，许多关卡设置的很是巧妙，暗藏玄机。而眼下在这最重要的一关中，竟然设置如此简单的选择题，显然不合逻辑。楚风觉得对方可能另有深意，所以他想看一看右边那条假路究竟有什么名堂。那是我没有眼花吧？这不是真的吧？而这一看不要紧，看过之后，楚风顿时眼前一亮，面色吃惊，片刻之后竟露出狂喜之色，叹道：“这竟是真的，真是天助我也！”见楚风如此，严邪等人也好奇地将目光投了过去，这才发现，在那条路的尽头，一棵大树之下，竟出现了一片金花，金色的枝，金色的叶，金色的花，并且枝叶的形态像是一个小人一样，栩栩如生。远处观望，宛如金子打造的金人，闪闪发光，绚丽夺目，是那样的璀璨，是那样的耀眼。那是什么？辣椒等人瞳孔一缩，虽然不认识那花，可是只看一眼，他们便可以看出，这应该是一件宝贝。这是一种特殊的花，叫做金叶界灵花。楚风说道：“金叶界灵花。”辣椒等人还是不太明白，总之对我有大用。楚风说话间，便向那金叶界灵花走去。这路很深，走到尽头，耗费楚风不少时间，这样其实很冒险，浪费这么多的时间，很可能会导致自己待得太久，没办法在前20个人中进入堡垒中心。但哪怕如此，楚风也必须拿到这金叶界灵花。九灵神图中有记载，金叶界灵花乃界灵大补之物，蕴含着与修武者本源相同的力量，可让界灵修为大涨。楚风非常清楚，只要拿到这金叶界灵花，楚风不仅就能让沉睡的蛋蛋苏醒过来，也许在修为之上还能让蛋蛋更进一步。虽然为了那20个名额，眼下需要争分夺秒，可与蛋蛋的安危相比，错失这次比拼的机会，那又如何？毕竟蛋蛋为楚风付出了多少，唯有楚风心中最为清楚。果然是金叶界灵花。终于，楚风来到了金叶界灵花的近前，但他没有立即探手去抓，而是布置一座小型的结界阵法，小心翼翼地将金叶界灵花引入阵法之中。金叶界灵花乃是特殊之物，具有灵性，若用手去抓，它便会消失。哪怕楚风贵为蛇纹级黄袍界灵师，也是捕捉不到，将错失这个机会。所以此刻楚风必须小心翼翼，甚至不敢分身，直到金叶界灵花全部进入阵法之中，且将阵法封锁之后，楚风才松了一口气。此刻楚风已经转身向出口方向行去，可却手托阵法，目光凝视着阵法之内的金叶结界花，脸上挂着难以掩饰的笑意。他知道有了这金叶界灵花，定能将沉睡的蛋蛋唤醒。这宝贝虽然不错，可是对我等修武者来说似乎没有大用。看着那阵法内种的金叶界灵花，严邪说道：“它的价值的确只有在界灵师的身上才能体现，可它价值连城。修武者若是得到它，可以在界灵师身上换到无尽财富。据我估计，这样一片金叶界灵花放在识货的界灵师面前，你让他出5件半成地兵来换，他都不会犹豫。”楚风说道：“这么值钱？”听得此话，辣椒三人皆是瞪大了双眼，开始仔细打量金叶结界花，就好像是少看一眼会是多大的遗憾一样。而此刻严邪也不再多说，而是淡淡一笑。对于楚风说的话，他还是信的，因为他相信楚风的眼力。如楚风猜测一样，自此处走出后，他们便来到了堡垒的中心。此刻浮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座辽阔的场地，场地材质特殊，且皆赋予了结界之力，怕是5地之下者都无法破坏此处。楚风等人猜测，这辽阔到如平原一般的场地，应该就是最强小辈的对决的地方。而在那场外，有着20座高峰，每座高峰之上有着一座精致的高塔，且在他们的面前还坐立着一块石碑，石碑下方摆着一根特殊的笔，笔的旁边有着一张特殊的纸，而在那石碑上面则说明了一切。抵达者需在纸上留名，选择休息的高塔，每人一个。登塔之后点亮塔灯，以方便后来者选择其他之塔。看到这里，辣椒等人赶忙扫向20座高塔，发现20座高塔皆是没有亮灯，顿时大喜。楚风真是厉害，带着我们几个拖油瓶来到此处，竟然也是第一位抵达的。辣椒等人兴奋的不得了，因为他们觉得尽管自己连累了楚风，可至少也没有害得楚风失去此次比拼的机会。写名字吧。楚风已经将自己的名字写在了上面，将笔递给了严邪。严邪接过笔后，也在那纸上写了4笔，不过他写的不是自己的名字，而是炎帝传人4个大字。在此之后，辣椒三人也是纷纷在纸上留下了印记，不过同样不是他们的名字，而是他们的外号。楚风大哥，
我也能选择一个属于自己的塔吗？小萝卜问道。当然可以。楚风点了点头。哈哈，实在是太爽了。听得此话，小萝卜变得异常兴奋。辣椒与大萝卜的脸上也同样洋溢起激动的笑容。20座高塔本该是属于20位顶尖天才的，如今他们竟然有机会独占一座，自然高兴。然而就在辣椒等人狂喜之际，远处的一座高塔之上竟然绽放起了耀眼的光芒。见到这一幕，辣椒等人顿时目瞪口呆，脸上的喜悦顿时消失不见。此刻哪怕是楚风也是眯起了双眼，多少露出了惊讶之容。显然他们并不是第一个抵达这里的，竟然有人先来了，不知是何人。严邪抬起头来，紧紧地凝视那亮起灯的高塔，似是想要寻得那塔中的主人。可惜那塔的位置选得有点偏僻，距离太远，再加上塔本身也有隔绝目光的效果，所以严邪根本就寻不到那高塔主人的身影。而就在这时，那耀眼的光芒中竟出现2个大字：冷月。冷月是天道府的弟子，被邀请的3位天将之中，他是最强的。看到冷月2字，大萝卜深吸了一口凉气，目光中充满了敬畏。冷月的实力究竟多强，他不知道。可是据说冷月是天道府唯一一个能与他的御府最强弟子狂御史抗衡的存在，而狂御史可以说他的御府小辈之中神一样的存在。若不是楚风带路，哪怕是我独自闯关，也不可能这么快来到此处。而这冷月竟有如此速度，他的实力定然在我之上。看着冷月2字，严邪也是感叹起来。虽然他很期待与同辈中的顶尖天才交手，但他也有自知之明，知道来到此处的小辈之中，除了楚风之外，他也不会是最强的。而事实也果真如此，都怪我们，若不是我们，楚风兄必然第一。大萝卜一脸惭愧，说什么呢？是我非要带着你们来，可不是你们非要我带着来的。更何况这个顺序什么也说明不了。楚风笑着安抚道，随后摆了摆手，快去选择中意的高塔吧，免得被后来者占据了。见楚风一脸的无所谓，大萝卜3人心中的惭愧也是减少了许多。随后辣椒、大小萝卜3人便去选择自己的高塔。而当他们登上高塔之后，那高塔不仅绽放光芒，同样也出现了辣椒、大萝卜、小萝卜的字体。看来那高塔显示的名字就是我们之前写上去的。楚风说道，多半就是了，只是他们3个的名字还真是有些另类，不知其他人看了会作何感想。严邪说道，应该会满头雾水吧。楚风笑了笑，随后对严邪问道，你选哪座？哪座都可以。严邪随意的说道，我就要那座最近的。严邪兄选择后来找我一下，我可能有事要麻烦你。楚风指着最近的高塔说道，没问题。严邪点了点头，随后严邪便在楚风的高塔旁边点亮了自己的高塔。而当高塔之上浮现炎帝传人4个大字后，严邪并没有歇息，而是立刻找到了楚风，笑眯眯的问道，不知道是何事，你还要让我帮忙？我需要闭关一段，怕闭关的时候出现什么变故，所以想请你在我闭关的时候保护辣椒他们3个，免得他们受了欺负，毕竟他们的实力你也是知道的。楚风说道，他的确是准备闭关，虽然得到了金叶界灵花，可是想用金叶界灵花来将蛋蛋唤醒并没有那么简单。楚风必须先将那装载着金叶界灵花的阵法转移到自己的界灵空间内，而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是需要一些时间的。可是他知道将要来到此处的家伙们没有一个是寻常的角色，并且依照他的了解，这些人多半趾高气昂，目中无人，并且嚣张跋扈，所以他放心不下辣椒他们。你这家伙一脸认真的找我帮忙，还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原来是让我保护辣椒他们。放心吧，他们是你的朋友，也就是我严邪的朋友，有我在，不会让人欺负他们的。严邪笑着说道，你严邪重情重义，我楚风自然知晓，只是总归还是要打个招呼的嘛。楚风也是笑了笑，严邪答应他也就放心了。此事定下之后，楚风便立刻闭关，因为他必须在比拼开始之前就将蛋蛋唤醒。其实楚风大可以等比拼结束再去唤醒蛋蛋，可是只要想到能够唤醒蛋蛋，楚风便迫不及待的想要去将其唤醒。而严邪虽然不知道楚风闭关所为何事，可也知道不能被打扰的道理，所以严邪没有在自己的高塔休息，反而留在了楚风的高塔。他是怕有人打扰楚风闭关，所以想要替楚风守关。而令他没想到的是，很快的辣椒、大萝卜、小萝卜也纷纷来到了楚风的高塔之中，并且不是拜访，而是像在此处常住。虽然严邪觉得他们几个人都守在一个高塔中，白白浪费了4个高塔不太好，但是想到他们在一起也可以减少不必要麻烦发生的可能性，索性也就没有劝辣椒他们离开。而当他们几个安定下来之后，剩余的高塔便开始纷纷被人点亮。当最后一座高塔被点亮的同时，那个方机关的入口也是纷纷关闭。而此时一个个耀眼的名字也是在道道光芒的映射下浮现于天际：狂御史、战御史、鬼御史、风1号、风2红、风3妹、百里星河、西门飞雪、妖蛟王兽、东方圣路、金鹏一族、海鳄一族。看着那一个个名字，严邪实际上是颇为陌生的，但听着辣椒3人在一旁的讨论，严邪也是知道了来者大概是谁。20个名额，除了他们5个之外，还剩下15个名额，而剩余的15个名额，有9个被3府占据，有4个被妖兽占据，还有最后的2个，分别被练兵仙人的闭门弟子百里星河以及4大地族最强小辈西门飞雪占据。总之，除了楚风等5人外，剩下的没有一个是寻常角色，皆是在5支圣土都赫赫有名的存在。竟然没有远古精灵的人，莫非他们都没能闯关成功？仔细打量了一下那15座高塔上的名字，大萝卜有些失望。远古精灵传自远古，实力之雄厚，无论是人族还是妖族都为之忌惮。而远古精灵的小辈也往往都是5支圣土最顶尖的小辈。其实不只是他，很多人也都期待着远古精灵小辈的到场，
想看一看远古精灵的小辈究竟有着怎样的本事。以远古精灵的实力，若是来了，不可能一个都闯不进来。依我看，他们是根本就没来吧。严邪说道。多半如此，但哪怕这样，到场的也都不是寻常角色呀。只要想想，这样一群家伙将要相互争锋，我便感觉热血沸腾。大萝卜一脸兴奋地说道。那又如何？全都要败给楚风。辣椒撇嘴说道，但一双美眸之中同样闪烁着浓郁的期待目光。他期待的是亲眼看到楚风将这些各个身份不凡的天才击败。辣椒、大小萝卜三人对各方强者探讨不断，却不知道他们也成了众人猜测的对象。来到此处者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观察对手究竟是谁。炎帝传人也就算了，虽然有些意外，但实际上也在意料之中。毕竟一代帝王，公帝的传人都出现了，那败给亲帝的炎帝传人出现也是不足为奇。可是这辣椒、大萝卜、小萝卜究竟是什么情况？竟在他们之前就占据了高塔，比他们速度还快。莫非是某个隐士高人的闭门弟子，还是修炼数万载的天地奇物？各个高塔之上的人中龙凤们此刻皆是一头雾水。堡垒之内，人们心中起伏；堡垒之外，同样也不平静。此刻，堡垒上方竟出现了一道光体，光体整齐地排列成了20个数字，且在后几位数字中，已经分别出现了东方圣路、海鳄一族、金鹏一族、妖蛟王兽、西门飞雪、风三妹、风二红、百里星河等人的名字。好厉害，几乎都是邀请名单上的存在。5只圣土最具影响力的小辈，居然连西门飞雪也来了，不知道楚风会不会来。其中一位一脸期待地说道：4大地族派了这么多人马来，已经包围了这座堡垒，楚风若是赶来，那就是找死。另一位说话之间扫视了一眼四周，果不其然，4大地族的数万大军排列有序，已经封锁了整个堡垒。率领这些大军的正是4大地族的4位族长，而除了4大地族的人马之外，4大地族的附属势力也派出了许多精锐兵力，加到一起，此刻出现的兵力足有上百万之多。但是这还只是明面上的兵力，真正的精锐其实都藏在地底深处，由4位太上长老率领，还未出场。想不到4大地族竟如此痛恨楚风，为了捉拿一个楚风，不惜派出这样的精锐，就连4位族长也都是亲自出场了。那楚风不过是一个小辈，到底是有多大的本事啊？眼见4大地族如此兴师动众，许多人都是意识到了4大地族对楚风的重视程度以及仇恨程度。南宫兄，你觉得那楚风会来吗？北堂族长屹立于天际之上，对身旁的南宫北斗问道。我觉得他会来。南宫北斗说道。会来？我觉得他根本不会来。上一次他敢去拜月云城捣乱，那是因为他知道我们没有防范，但这一次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我们会来此处蹲守楚风，那楚风又不傻，他怎么会来？北堂族长轻笑着说道。虽然此次兴师动众，但他却并不觉得楚风会来，在他看来，他们不过是白跑了一趟而已。我也觉得楚风不会来，就算来了，估计也早就跑了。东方族长话到此处，又看向了西门族长，问道：西门族长，你觉得呢？他最好不来，他若是来了，定让他有来无回。西门族长冷声说道。我也希望他来，只怕是他不会来啊。北堂族长叹道。我觉得他一定会来。南宫北斗坚定地说道。你们还不了解那楚风，但经过之前发生的事，我对他已经是有所了解。此子非常有种，他的胆量超乎你们的想象，并且他身后的靠山未必只有当日用朱砂笔那一位，所以我们绝对不可以大意。话到此处，南宫北斗的眼中闪过一抹凝重与不安。他非常清楚，今日4大地族派出的战力已是非常利奥的，连4大地族的太上长老都派出了足足4位，说这是4大地族的最强战力也不为过。可哪怕如此，他仍然没有绝对的把握能够斩杀楚风，因为当日在南宫地族，楚风放出修罗恶灵的一幕还历历在目；当日在拜月云城，楚风横扫4族小辈的一幕还历历在目。而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利益受损，感受自尊受辱，却拿楚风没有办法。事到如今，对于楚风，他实在是不敢掉以轻心。南宫兄，依我看你是被那楚风吓怕了，他就算天赋再好，可也还是一个小辈，至于吗？东方族长轻声笑道。就是，这可不像是我们认识的南宫北斗。北堂族长也是一脸的取笑。如果可以，我也希望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否则南宫北斗没有再说，因为他也不希望出现否则。快看，名次已经宣布到第7名了，后面的名次几乎都被3府占据了呀。3府不愧是3府，实在不得了。北堂族长看着那不断在天际之上浮现的名字，感叹起来。妖族与人族的小辈宣布的差不多了，那么排在前面的应该就是远古精灵了吧？东方族长的目光也变得认真起来。就在这时，光芒一闪，小萝卜的名字在天际浮现，出现在那第6名的下方。什么？小萝卜？这他妈是什么情况？看到这3个字，莫说4位族长，几乎在场的每个人都是为之一愣，惊讶的张大了嘴巴，一脸的茫然失措。而在此之后，又是光芒一闪，大萝卜的名字也是随之浮现，出现在了第5名的下方。什么？又来个大萝卜？居然还是一对萝卜！人们的惊讶还没来得及缓和，辣椒的名字出现在了第4名的位置。我擦，这是蔬菜总动员吗？萝卜辣椒都能炒成一盘菜了，人们彻底无语了。这到底是什么情况？他们已经知道这个名次是按照率先抵达堡垒中心的名次排列的，排得越靠前，说明闯关速度越快，实力也就越加强横。而3府的弟子与妖族的代表已经出现的差不多了，他们本以为后面出现的会是远古精灵的小辈，或者是怎样的大人物，可是眼下这大小萝卜与辣椒是怎么一回事？莫非这是远古精灵的小辈不想使用真名，所以用的假名？此刻人们也只能这样想了。就在这时，
在第3名的下方出现了炎帝传人4个大字。炎帝传人，莫非是那位曾与青帝一战，万年之前让炎族走上人族巅峰的炎族族长？炎族不是在炎帝死后被仇家追杀，早就灭亡了吗？怎么还有传人？难道炎族还在？看到这4个大字，人们的脸上才露出了既兴奋又惊讶的神情。相比于之前的大小萝卜与辣椒的名字，炎帝传人这4个字才是他们想要的惊喜。竟然连炎帝传人都出世了，果然是前所未有的大时代啊！这个时代的小辈还真是可怕。北堂族长感叹起来：是啊，就连我4族之中最强的西门飞雪小友，也只是排在第16位，可想而知那些排在前面的小辈有多强悍。东方族长也是说道：我儿的实力绝对不止你们看到这些，3府弟子也未必是他对手。西门族长说道：隐藏实力吗？这倒也像是飞雪小友的性格。东方族长淡然一笑，随后说道：若是楚风来了的话，排名应该也是10名开外，毕竟练兵仙人的闭关弟子也只是排在13名而已，而现在的名单都已经公布到第3名了。依我看，楚风是真的没有来。南宫兄，你觉得呢？话到此处，东方族长又看向了南宫北斗。可能是吧。事到如今，南宫北斗也开始怀疑自己的猜测可能是错误的，毕竟已经是第3名了，剩下的2名难道会有楚风？哪怕楚风再强，可这也不切实际，毕竟当初楚风也只是险胜西门飞雪而已，而眼下出现的人物实力显然都要远在西门飞雪之上。事实上，不止他们这样想，在场的很多人都觉得楚风是没有来。只要想到楚风没有来，不少人的眼中都涌现出了失望之色。不管4大地族怎样通缉楚风都好，但他们都是希望楚风来的，希望能够看一看那传闻中的逆天之子究竟有多逆天。但是现在看来是没有这个机会了。而就在这时，第2名的下方光芒闪烁，随后刺眼的2个大字便出现在了天际之上：楚风。楚风，竟然是楚风！楚风他竟然来了，不仅来了，竟然还是第2名。可与楚风一战的西门飞雪只是16名而已，可楚风却是第2名。原来楚风与西门飞雪的差距竟如此之大，难道说楚风的实力比传闻中还要强大？太过瘾了，真是不枉我万里迢迢来到此处，这次可真是有好戏看了。一时之间，堡垒之外，天上地下的人们全都沸腾了，几乎所有人都在谈论楚风这2个字。楚风，他竟然真的来了！而此刻，4位族长也皆是眉头一皱，先前的轻松早已不在，取而代之的是满面的凝重。楚风是第2，那第1究竟是谁？兴奋之余，人们也都再度看向了天界。万众瞩目之下，冷月2字浮现而出。冷月是天道府的弟子，众人大惊，毕竟冷月的名字，人们早就如雷贯耳，他一直是当代小辈的佼佼者。看到冷月2字，天道府的人们脸上都洋溢起利奥得意的弧度，而地狱府则是眉头微皱，有些闷闷不乐。相比于地狱府，人王府的情绪倒没有那么低落，但同样不太高兴，毕竟3府本是齐名，可如今3府弟子之中，天道府的占据了第1，多少让他们有些不太平衡，觉得脸上无光。行动吧，既然楚风来了，就一定不能让他活着离开。然而在众人惊叹于冷月夺得第1之际，4大地族的族长却率领各自的精锐，悄悄隐于人海之中。他们早有计划，楚风不来也就罢了，楚风若是来了，必然要将楚风给揪出来不可。堡垒之内，人们仍在猜测着辣椒3人的身份，可忽然之间，一座高塔之中爆射出一道身影，随后如同陨石一般落在了楚风的高塔之下。这一幕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各座高塔之上的人都将目光投了过来。而此刻落在楚风高塔之下的是一名男子，此人面容俊朗，却寒气逼人，不是别人，正是西门飞雪。西门飞雪的双眼本就寒意四射，不近人情，此刻更是冰冷至极。忽然，他猛然拔出天仙剑，对准了楚风所在的高塔。刹那间，汹涌的寒意化作道道寒风，肆虐天地，并且最终那道道肉眼可见寒意，如同道道猛兽，席卷楚风所在的高塔。是的，楚风的高塔也是微微颤动。原来，此刻的西门飞雪已不再是5品半地，而是6品半地。他竟突破了。楚风，我西门飞雪来此，不为别的事情，就是为你而来。而你既然也来了，那么这次我定要你败在我的天仙剑下，一雪前耻。西门飞雪声如惊雷，大声喝道。说这番话的时候，西门飞雪虽然恨意十足，可却也是自信满满。他不觉得楚风能够如他一样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突破，所以他觉得楚风在与他交手必败无疑。原来是复仇之战，这倒是有些意思。众位人中龙凤都明白了西门飞雪的意图，于是都认真的看起了热闹，甚至还有甚者取出了高塔内准备的点心，一边吃着美食，一边观看热闹。当日楚风与西门飞雪的一战，他们无缘看到，但今日能够见到西门飞雪对楚风发起的复仇之战，也是不错。糟了，竟然是西门飞雪！这家伙怎么比拼还未开始就来挑战楚风来了？外人虽然期待着这场热闹，可这却急坏了大小萝卜。虽然他们是的御府弟子，可却也知道西门飞雪的厉害，怕什么？你们待在此处别出去，我会一会这个西门飞雪。言邪说话间，化作一道流光，便飞掠而出。而他出现之际，同样6品半地的气息横扫开来，将西门飞雪席卷高塔的寒气给压了下去。楚风兄的手下败将也敢这般挑衅，若要挑战楚风也可以，先过了我这关。落地后，言邪拔出火龙帝王枪，指着言邪怒喝一声：“你是何人？”言邪同为6品半地的气息，得到了西门飞雪的证实，在下炎帝传人。言邪说道：“还以为是谁，原来你就是那炎帝传人。本来还以为炎帝传人多么利奥的，想不到炎帝传人不过是楚风的狗腿子罢了。”西门飞雪讽刺地说道：“少废话，要么战，
要么滚！大家伙都看着呢，你少在这丢人现眼。严邪说话说道。听得此话，西门飞雪也是环视四周，这才发现各个高塔之巅都站立着一个身影，个个身姿伟岸，个个气宇不凡。这些人中龙凤，天之骄子，竟都出来看热闹了。见此情景，西门飞雪的嘴角反而掀起了一抹淡淡的笑意。他之所以这个时候挑战楚风，为的就是让人们知道楚风不如他也好，先灭了你，再灭楚风也是不迟。话到此处，西门飞雪已然出手，寒光四射之际，那天仙剑已然化作杀人利器，刺向了严邪。在西门飞雪出手的同时，严邪也是随之出手，手持火龙帝王枪，与西门飞雪站在了一处。二人各持半成地兵，招式千变万化，威力更是震动苍穹。西门飞雪有地级血脉，严邪更是有着天赐神体，二人全力交手，一时之间竟是胜负难分。又是一声怒喝，顿时风起云涌，金芒四射。西门飞雪动用地级血脉，将修为提升到了7品半地，紧随其后，紫色的火焰席卷而来。严邪也是动用了天赐神力，同样将修为提升到了7品半地。二人皆已使出杀手锏，可再度交手，仍是不分上下，胜负难分。1个时辰，2个时辰，足足3个时辰过去了，西门飞雪与严邪仍是未分胜负，并且看那样子，二人若想分出胜负，只能看谁的体力先耗尽。但是以二人的修为和实力，想要等到体力耗尽，没有个几天几夜，怕是没戏。而几天几夜之后，怕是这场最强小辈争霸赛也都结束了。忽然，西门飞雪一个虚招，随后便身形倒退，退出了战圈，喝道：“不打了，我要找的是楚风，不是你严邪。”而严邪也是退了回来，他也不想打了。这样下去，就算他们分出胜负，可也没办法参加正式的比拼了。既然西门飞雪已然停手，那他没必要继续出手，否则就算胜了，也是得不偿失。楚风，你真是令我失望。本以为你是条汉子，却不曾想在我修为提升后，你就连与我一战的勇气都没有。不过，你给我记住，躲得过11，躲不过15。你今日龟缩塔内，明日也是要与我一战。我会让所有人知道，你楚风能胜我西门飞雪，靠的乃是运气，但你绝对无法胜我第二次。从今以后，我西门飞雪都要死死的压住你，让你永远在我之下，让所有人知道你楚风不如我，更是要让你知道你和我真正的差距。西门飞雪不断的羞辱楚风，他虽然不准备与严邪继续比拼，可却没有打算放过楚风。而眼见着严邪说出如此难听点话，楚风却还不露面，许多人心中也都是泛起了嘀咕：莫非真如西门飞雪所说，楚风当初能胜利西门飞雪，只是运气而已？如今西门飞雪修为提升，楚风便不敢应战了。那传闻中的楚风不过如此。然而就在这时，忽然一声巨响自楚风所在的高塔炸响，与此同时，一股磅礴的威压也是自高塔飞出。那威压一出，在场之人皆是面容大变。那威压在天际盘旋，似是一只无形的嗜血猛兽，俯视着下方的猎物。那竟是一道7品半地的气息。忽然，那威压汇集一出，化作一道红光，对着下方的西门飞雪便压迫而下。见状，西门飞雪则是冷哼一声，随后挥动手中天仙剑，施展出最强手段，便去与那威压抗衡。然而威压势不可挡，不仅将西门飞雪的攻势摧毁，更是将西门飞雪压迫的瘫倒在地上，衣衫尽毁，鲜血淋漓，整个肉身被毁大半。西门飞雪施展最强手段，竟不敌一道威压，并且伤势惨重。此刻各个高塔之上的人中龙凤也是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4品战力，那威压的主人乃是4品战力，这才导致了西门飞雪的一败涂地。7品半地，4品战力，此等实力可是有些不得了了。而就在这时，一道身影则是自高塔掠出，稳稳地落在了西门飞雪的身前。看到这个身影，人们都是眼前一亮，因为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楚风。楚风看着脚下那满身是血、身体残缺的西门飞雪，目光中没有一丝同情，唯有嘴角挂着上翘的弧度道：“现在你知道你和我的差距了。”听的这句话，已是身负重创的西门飞雪顿时感觉气血翻涌，随后一大口鲜血便喷洒了出来。鲜血落地，竟还散发滚滚热气，这不是寻常的鲜血，而是气血。他真是被气得不轻，这也不能怪他，因为楚风这句话传入他的耳中，简直就像是一把无形的利刃捅在了他的心窝上。不可能，当初你的修为还在我之下，怎么可能这么快便与我相等？西门飞雪一脸的不相信，他不是真的不相信，只是他不愿意去相信，他是无法接受楚风超越他的事实。不是说过了，这就是你和我的差距。楚风说话间，探手一抓，一股磅礴的吸力爆发而出，竟将西门飞雪手中的天仙剑以及腰间的乾坤袋全部吸入了手中。见到这一幕，人们心中一惊，楚风不仅重创西门飞雪，还当众夺宝，这种手段可是够霸道的。你做什么？剑之宝被夺，西门飞雪更是急了，不顾伤势，起身便向楚风扑来，想要夺回天仙剑。滚！然而楚风抬腿一脚，直接将西门飞雪踹飞数万米，狠狠地摔落在了远处。落地之际，伤势更重，西门飞雪已是无力再站起身来。当日在拜月云城还能与楚风一较高下的西门飞雪，如今已完全不是楚风的对手。你4大地族那般卑鄙也就算了，而你又不自量力，胆当众挑衅于我，我只是拿走天仙剑而已，却没有取你小命，你应该感谢我不杀之恩。楚风一边摆弄天仙剑，一边轻笑着说道：“楚风，将天仙剑还给我，你不配使用天仙剑。”西门飞雪大喝道：“使用？这天仙剑虽是不错，可与我的邪神剑比还差了许多，我可并未使用，只是打算换点东西罢了。”楚风轻笑道：“你竟要变卖我的天仙剑？楚风，你真是找死！我西门地族定然不会放过你！”西门飞雪愤怒地咆哮起来，说的就好像我不夺你天仙剑，你西门地族会放过我一样。你西门地族什么德行？现在整个5之圣土
都很清楚，你就不要在这里丢人现眼了。楚风冷笑一声，说完这句话后，楚风便转过身去，任凭西门飞雪再怎样羞辱楚风，楚风也是懒得再多看西门飞雪一眼。西门飞雪当初的确能与楚风一战，但从今以后，他再也没有与楚风一战的资格。这楚风可真是个人物，西门飞雪遇到这样的对手，也算是他倒霉啊。此刻，各个高塔之上的人们都在注视着这一幕，许多人都给出了楚风极高的评价，应该是动用了那2重雷霆的力量，才提升到7品半地的修为吧。只是这样的话，你还不是此处最强。然而，在一座高塔之上，却有人讽刺地冷笑着，此人楚风见过，他竟是练兵仙人的闭门弟子百里星河。不知为何，此刻百里星河看着楚风的目光竟是满满的敌意。楚风感应力何其敏锐，百里星河的目光中夹带着如此浓郁的敌意，他顿时有所察觉，不由得将目光投了过去。当发现竟是百里星河所在的高塔后，楚风也是眉头轻挑，颇感意外。当日在仙人岛的时候，楚风就曾见过百里星河，那个时候百里星河在楚风看来是极为强大的天才，高高的凌驾于楚风等人之上。毕竟当时楚风的修为与当时的百里星河相比，相差10万8千里。不过现在的话，百里星河的修为虽然也有所进步，在短时间内从5品半地提升到了7品半地，连续提升2品修为，已是极强。但他却显然不如楚风。但修为不是重点，重点是楚风与百里星河没有过节，不明白他为何对自己有着如此大的敌意。然而见楚风将目光投来，百里星河的嘴角的冷笑不减，反而更为浓郁，而那敌意的目光也是涌现出一抹新的含义，轻蔑。他不仅敌视楚风，且未将楚风放在眼中，目光中有着浓浓的看不起。见百里星河如此，楚风则是淡淡的一笑。虽然不知百里星河为何对他这般敌视，但楚风可不怕他。他看不起楚风，但他却不知道楚风也并未看得起他。随后楚风将目光扫向其他高塔，想看一看诸位对手们的实力。而令他颇感意外的是，这里的对手都比他预想的要强。首先是4个妖族各有一位代表来到了此处，他们的修为相同，皆是6品半地。而地狱府的3位御史，按照大萝卜所说，鬼御史与战御史乃是6品半地，狂御史乃是7品半地。但是此刻出现在高塔之上的鬼御史与战御史乃是7品半地，至于狂御史更是强横，乃是8品半地，比楚风的修为还强。相比于地狱府、人王府的封家3兄妹，则是要弱一点。3兄妹中的老2和老3乃是6品半地，唯有老大风1号是7品半地。不过最令楚风意外的，乃是天道府的守卫天将，也就是在楚风之前登上高塔的冷月。冷月乃是一个冷漠的女子，容貌虽然并不惊艳，可却气质非凡，气场十足。最主要的是，她的实力更是相当的强劲，与地狱府的狂御史一样，乃是8品半地。但是与狂御史不同的是，这冷月的气息与众不同。楚风隐约感觉到，冷月似乎不是逆战3品的战力，很有可能逆战4品的战力，也就是说，冷月的战力多半与楚风一样强横。看来这冷月将是我的一个劲敌。观察之后，楚风将这冷月列入了最在乎的对手之中。就在这时，忽然2道身影从天而降，落在了楚风的身前。这是2名男子，长得一模一样，显然是对双胞胎，而他们的修为也是不弱，皆是7品半地。这2位乃是天道府除了冷月之外的另外2位天将。楚风久闻大名，今日一见，果然是身手不凡。我们兄弟看到你刚才的手段，一时间手痒难耐，不知可否陪我兄弟2人玩玩？天道府的2位天将笑眯眯地说道，虽然面带微笑，可实际是笑里藏刀。他们可不像是简单的切磋这么简单。你们是要挑战我？楚风笑着问道。2人实力虽然很强，但可却入不了楚风的法眼。正是2人一同说道。见此一幕，人们变得更加高兴。正所谓看热闹的不怕事大，楚风虽然胜了西门飞雪，可2人差距实在太大。他们的交手虽然显现了楚风的强横，可对决却并不精彩。但天道府的这2位可就不同了，这2位皆是天赐神体，并且还是亲兄弟。2人的天赐神体也有共鸣，正因为那特殊的共鸣，使得他们2个的天赐神体比寻常人的要强横得多。所以哪怕他们的战力不如楚风，可在人们来看，这对兄弟还是能与楚风一战的，真是放肆。可就在众人等着看一场好戏的时候，一声怒喝忽然从天而降，刺耳的声音震得众人皆是耳膜一痛，尤其是天道府的那对兄弟更是痛得龇牙咧嘴，赶忙捂住了双耳。那道声音显然是在针对他们2个。而在那道怒喝落下没有多久，一股磅礴的威压也是从天而降，笼罩了这方天地。那威压一出，虚空都是一阵扭曲，在场的每个人都是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从肉身到灵魂都被笼罩。那气息之强，他根本就是逃无可逃，对方只要意念一动，就能让他们粉身碎骨，形神俱灭。武帝，并且还不是寻常的武帝，修为绝对还要在4大地族的族长之上，否则不可能如此强横。震惊之余，人们举目观望，这才发现一道身影正脚踏虚空，屹立于天际之上。见到这位，楚风等人的眼中皆是涌现出一抹敬畏之色。此人不是别人，正是那大门开启之前出现的虚影，那位神秘男子。只不过眼前的可不是虚影，而是真身。真身的威慑力显然比虚影要强横数倍。比拼还未开始，便擅自切磋，乃是对举办方的不敬。西门地族的不懂规矩也就罢了，天道府的竟也不懂规矩吗？那位盯着天道府的2位严厉地说道。听得此话，西门飞雪的那满是鲜血的脸庞则是一阵扭曲。这话虽然是在对天道府的那对兄弟所说，但实际上却是在侮辱他。可是对方实力如此之强，此处又是人家的地盘，
他此刻除了隐忍，也是别无他法。今日他还真是受尽了侮辱，比他一生所受的侮辱都要多。前辈，我们只是与楚风开个玩笑，并没有打算真的与他动手。天道府的两兄弟一脸笑意的说道：“这样最好。”那中年男子点了点头，随后扫视一眼众人道：“你们给我听好了，明日比拼才正式开始，在此之前，你们最好给我规规矩矩的，不准私下动手。若有不听劝者，就取消他的参赛资格，直接让他滚出此处。”听得此话，人们心中一惊，这位的态度还真是强硬。虽然在场的都是小辈，实力远不如他，可是毕竟也都是大有来头。小辈们怕他，可这些小辈身后的势力可未必会怕他。而这位如此强硬的态度，毫不留前面的语气，显然也是未将众位小辈身后的势力放在眼中。前辈所说极是，正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我等一定牢记前辈的话。不过楚风与西门飞雪已经破坏了规矩，不知此事前辈当如何处置？百里星河一脸恭敬地说道。听得此话，楚风则是双眼微眯，眼中闪过一抹不悦。他发现这百里星河还真是够阴狠的，他说的这番话明显是想让自己与西门飞雪此刻便被踢出局。楚风不知道自己究竟什么地方得罪了这百里星河，但是此刻楚风也已将这百里星河列入了自己敌人的名单之中。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灭此人。先前有些不同，二人不是约定切磋，而是西门飞雪当众挑衅。楚风虽然是动了手，但在我看来是正确的，他守护的乃是男人的尊严，所以对于楚风，我倒是可以既往不咎。那位男子说道。听得此话，楚风松了一口气，他没有想到这位前辈会这样帮自己说话。前辈恩怨分明，处事公正，在下佩服。而更令楚风没有想到的是，此刻那位代表妖娇王兽的男子竟也是一脸钦佩的对着男子施以大礼。虽然他是代表个人立场，可是很明显他也是在为楚风叫屈，在替楚风鸣不平。加上之前妖娇王兽的公主就曾邀请过楚风去做客，给楚风留下很不错的印象，所以此刻楚风对妖娇王兽的印象更加不错。楚风虽然可以既往不咎，但是这西门飞雪却是不能轻饶。男子将目光投向了西门飞雪，听得此话，西门飞雪更是脸色大变。什么情况？楚风就既往不咎，他就不能轻饶？这不是偏袒，这是什么？前辈，我先前不知规矩，还请前辈给我一次机会。虽然心中不服，可西门飞雪仍是赶忙求饶。他可不想被第一个踢出局，因为此刻外面无数人在看着他，若是第一个被踢出局，丢的不仅是他自己的颜面，更是整个西门地族的颜面。然而那神秘男子却根本不理会西门飞雪的求饶，隔空一抓，西门飞雪便被提了起来，随后抬手一扔，邪门飞雪便化作一道流光，冲向天际，冲出堡垒之外。此刻堡垒虽然封锁，可人们的目光却也紧紧地凝视着堡垒的中心区域。他们都知道那些五只圣土最强的小辈都在那里汇集，可忽然之间，堡垒的中心竟光芒一闪，随后一道身影便自堡垒之中爆射而出。与此同时，西门飞雪的惨叫声响彻这方天地。什么情况？见到这一幕，人们倍感吃惊，怎么好端端的出来一个人？那好像是一个小辈，可究竟是谁啊？怎么被打成了这副模样？对决不是还没开始吗？人们仔细看着那爆射而出的西门飞雪，可因西门飞雪被楚风打得血肉模糊，他们也实在是分辨不出这究竟是谁。飞雪。然而别人分辨不出，西门族长可能够分辨得出。当听到西门飞雪的惨叫之后，他便知道是自己的儿子，而仔细一看，他更是大惊，也顾不得排兵布阵，身形一纵，便来到天际之上，将西门飞雪抱入了怀中。飞雪，怎么回事？是谁将你重伤？西门族长看着怀中的儿子，又气又怒，而更多的情绪却是心疼。西门飞雪是他西门地族几万年以来最杰出的天才，也是他最疼爱的儿子，他一直将西门飞雪视如珍宝。事实上，他之所以会这样痛恨楚风，就是因为楚风当众让他的儿子难看。眼下他儿子被人打成这样，他怎能不怒？父皇，儿子让你失望了，竟第一个被淘汰出局。西门飞雪苦笑一声，他觉得自己没脸面对自己的父亲。淘汰出局。听得此话，西门族长先是一愣，随后大怒，以胜过惊雷数倍的声音对着下方的堡垒怒喝道：“为何淘汰我？”这个声音一经响起，在场许多人都是赶忙捂住耳朵，因为声音实在是太过刺耳了。被淘汰了？怎么会被淘汰呢？虽然声音刺耳，但人们也是清清楚楚的听见西门飞雪被淘汰的事情。西门飞雪破坏规矩，在赛事开始之前便挑衅他人，侮辱他人，强迫他人与其交手。按照规矩，我必须淘汰他。堡垒之内传来了那男子的声音，声音之响亮，还要远在西门族长之上。可这声音所响，但却并不伤人。好厉害！此刻人们心中皆是一惊，只是一句话，人们已经知道那堡垒之内的男子修为要在西门族长之上，淘汰就淘汰，为何要重伤我儿？西门族长再度问道。你儿并非我伤，而是他挑衅楚风，被楚风所伤。堡垒之内也再度传来男子的声音。什么？竟是楚风？这么说来，西门飞雪是因为挑衅楚风，所以才被淘汰的。挑衅楚风被淘汰也就算了，结果还被楚风打成这个鸟样。那男子的话，人们也是听得清清楚楚。一时之间，很多人都忍不住偷偷的笑了起来。这件事还真是够丢人的。楚风，又是那楚风。而听到楚风的名字后，西门族长更是气得青筋暴起，磅礴的杀意涌动于双目之中。然而就在这时，西门飞雪忽然大嘴一张，随后只听噗的一声，一大口鲜血便喷洒而出。因为猝不及防，这口鲜血直接喷洒在了西门族长的脸上与身上。飞雪，你这是怎么了？被自己儿子吐了一脸，西门族长不但没有生气，反而是一脸的担心。他发现
不管西门飞雪先前伤势如何之重，可总归是外伤。但是喷出这口血后，西门飞雪整个人的气息都是变得虚弱无比。这是内伤，父皇，孩儿无能。天仙剑被那楚风抢了过去，现在那天仙剑已经不再属于孩儿了。西门飞雪苦笑一声，目光之中散发出无比的失落。这一战，他不仅败了，还败得彻彻底底，当真是一败涂地。我没听错吧？西门飞雪的天仙剑被楚风抢了，而且还被楚风斩断了他与天仙剑的联系，所以西门飞雪才吐血的。可是看这个样子，西门飞雪与楚风的争斗应该刚刚结束，那天仙剑也应该是刚刚被抢而已啊！这楚风到底是怎样的妖孽？怎么如此强横，竟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斩断西门飞雪与天仙剑的联系？那天仙剑可不是寻常的半成地兵啊！此刻围观之人都是竖着耳朵，所以西门飞雪的每一句每一字，人们都是听得清清楚楚。得知事情经过，他们除了惊叹还是惊叹，惊叹的皆是楚风的种种。然而旁人的惊叹传入西门族长的耳中，就像是无数把利刃在戳他的脊梁骨，让他感觉甚是丢人。混账！忽然，西门族长大喝一声，随后怒视下方堡垒，无比愤怒地质问道：“我儿破坏规矩，你就将他淘汰？那楚风也破坏了规矩，你为何不将他淘汰？我儿破坏规矩，你就管？但为何我儿被楚风所伤，你为何不管？我儿天仙剑被楚风所抢，你为何不管？你这算是什么主办方？你还有一点公平吗？”声音震天，回音不断。西门族长真的是气得不轻，他是彻底的怒了，怒得没了理智。你儿主动挑衅，皆是咎由自取。堡垒内只传了这样一句，可就是这样一句，已经表明了他的态度。你他妈的放屁！西门族长终于爆发开来，暴怒之下的他忍无可忍，不仅大骂一声，更是身形移动，化作一道流光，握紧的右拳以3平5地之威向那堡垒轰去，一拳落下，顿时轰鸣四起，涟漪震荡，许多围观之人都是如同断线的风筝一般，被那涟漪震得连连翻滚。可是如此一拳之下，那堡垒却完好无损，反倒是西门族长宛如离弦之箭一般，被那堡垒震退数万米，直射天际。而当西门族长稳住身形之时，不仅嘴角流出血迹，他那先前轰出的拳头更是血肉模糊，连骨头都被震碎了。而与此同时，那堡垒之内也是传出一声轻蔑的声音。然而此刻，暴怒的西门族长面对堡垒之内传来的嘲讽之音，却只是嘴角抽搐，而并未再度出手。只是那一拳，他就已经认识到了他与对方的差距。见到这一幕，在场之人皆是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之前便觉得这堡垒的主人不简单，现在一看，还真是如此。至少堂堂西门地族的族长，在他的面前乃是不堪一击。这西门怎么说也是一族之长了，怎么性子怎么还如此之烈？这下可倒好，当众出丑。他这丢的可不仅是西门地族的人，乃是我4大地族的人。堡垒之外的地底深处，4大地族的太上长老也在注视着地底之上所发生的一切。此刻，东方、北唐、南宫3族的太上长老都在微微摇头，觉得西门族长实在是太冲动。唯有西门地族的太上长老不言不语，可是他那一双苍老的眼中却是寒芒涌动。楚风，老朽定要将你碎尸万段不可！忽然，西门地族的太上长老咬牙切齿的说出了这样几个字：“先别动怒，那楚风来了，乃是好事。放心吧，天仙剑我们会帮你抢回来的，到时候天仙剑还是你西门地族的。”而那楚风则是必死无疑。其他3位长老笑眯眯的说道。得知楚风来此，最为兴奋的便是他们布下天罗地网，等的便是楚风。而楚风既然来了，那便绝对是插翅难逃。堡垒之内，辣椒3人皆是深深的咽了一口口水。堡垒之外看不到他们，但他们可能看到堡垒之外先前发生的，他们也都看到了。西门族长对堡垒出手，可却被堡垒弹出，当真是惊人神魂。不过他们看到的不仅是西门族长受辱，而是西门族长那滔天的杀意。于是乎，他们不由将担心的目光投向了楚风。这堡垒之内倒是安全，可楚风若是出了这堡垒之内，又该如何是手？实际上，此刻这样想的人不在少数，但是楚风却是一脸的无忧，只是专心致志的握住手中的天仙剑。他的邪神剑的确要比天仙剑厉害，可是邪神剑他不敢再用。这天仙剑虽然他是准备变卖掉的，但是在变卖之前，倒是不介意先自己使用。毕竟天仙剑的威力，他也是清楚的很，虽不如邪神剑，可却要在寻常的半成地兵之上。忽然之间，气流涌动，虚空变化，一道光芒自天仙剑内涌入了楚风的体内。而下一刻，那本剧烈颤动的天仙剑便平静下来，那个模样简直比在西门飞雪手中之时还要乖巧得多。臣服于主，这样一件兵器，楚风竟也能让他臣服于主。臣服于主不是最厉害的，能在如此短时间内让如此厉害的半成地兵臣服于他，才是真正厉害。眼睁睁看着楚风在他们的面前让天仙剑臣服于自己，哪怕众位人中龙凤、五职圣土最顶尖的天才，也是眼前一亮，忍不住深吸了一口气。怎么可能？这楚风竟有如此天赋！此刻，百里星河那满含敌意的眼中涌现出了一抹嫉妒与不甘。这样一把天仙剑，他也想要。他觉得天仙剑很适合他，应当属于他。所以之前楚风征服这天仙剑的时候，他一直希望楚风失败，这样他便有机会将这天仙剑弄到手。可是楚风不但没有失败，反而让天仙剑臣服于他，这让他感到很是失落，同样很是不爽。事实上，莫说旁人，就连那位站在天际的神秘男子眼中也闪过了一抹惊讶，只不过他的这抹惊讶一闪而逝，莫说常人看不到，哪怕楚风也没有注意到。辣椒、大萝卜、小萝卜，你们出来吧！忽然，神秘男子看着楚风的那座高塔说道。听得此话，
辣椒三人皆是心中一紧，但却没有犹豫，纷纷自高塔内走了出来。什么？竟是3个武王？他们就是那辣椒、大萝卜与小萝卜。看到辣椒三人，众人皆是一惊。对于辣椒三人的身份，他们想过很多种可能，但眼前的辣椒三人显然与他们预想的完全不同。这也太他妈弱吧！这种修为怎么会来到这里，并且比他们还快？你们的修为不具备明日参赛的水准，你们若是想要退赛，现在便可以说。神秘男子说道：“我们退赛。”大萝卜与小萝卜不约而同地说道：“我也退赛。”辣椒犹豫了一下，也是说出了口：“你们倒是有自知之明。”神秘男子点了点头：“只是前辈，我们能否留在此处，看完诸位高手的对决？”辣椒开口说道。与此同时，大小萝卜也是一脸渴求地望着神秘男子。然而，神秘男子则是淡淡一笑，说道：“你们是楚风带进来的，没有破坏规矩的情况下，只有他能决定你们的去留。原来他们竟是楚风带进来的。”听得此话，众人不由得将目光投向了楚风，目光中尽是敬佩。他们皆是闯关来此，多少都知道这里关卡的难度，尤其是最后一关，更是关乎人数多少。人数越多，难度越大。楚风竟能带3个武王来到此处，并且还能第2个抵达此处，这将是何等能力？此刻，就连那第1个到达此处的冷月，眼中也是涌现出了复杂的神色。但他们却不知道，楚风实际上不仅带了辣椒三人，还带着严邪。他是带着4个人来到的此处。希望我说的，你们能够牢记于心。赛事明日正式开始，今日你们便好好休息吧。说完这句话，神秘男子便引入了虚空之中，凭空消失。而此刻，人们却没有回到各自的高塔之内，而是一直注视着楚风。楚风今日真是让他们看了一场好戏，说是大开眼界也不为过。甚至有些人在还未与楚风交手之前，就已经发自内心的自叹不如了。尤其是那对还站在楚风近前的天道府的兄弟，此刻他们真是很庆幸没有与楚风交手。近距离之下看到楚风征服天仙剑，他们已经深刻的认识到自己不如楚风。妖孽，尽管他们都被冠以妖孽之名，可他们却觉得这楚风才是真正的妖孽。众人虽然皆是望着楚风，可楚风的目光则是投放在天仙剑上。天仙剑上刻写着天仙剑法，相比于天仙剑，天仙剑法才是这真正的价值所在。可这天仙剑法唯有主人才能看到，如今天仙剑归他所有，这天仙剑法也是历历在目。看着那出神入化的剑法，哪怕楚风也是忍不住赞叹一声：真是好剑法！天仙剑法自然是好剑法，真是恭喜楚风师弟了。然而就在这时，忽然一道声音在天际远处的丛林传来：师弟。听得这2个字，楚风心中也是一动，因为对方不仅称呼他为师弟，这个声音也是如此的熟悉，所以楚风赶忙将目光投向那声音传来的方向，这才发现丛林的方向，一名男子正笑眯眯地向他们走来。此人实力强横，不仅拥有逆战3品的战力，更是拥有8品半地的修为。然而令楚风吃惊的是，此人他不仅认识，还非常的熟悉。此人乃是他的青龙宗师兄，结交多年的好兄弟张天翼。张天翼与子玲、苏柔等人一同来到此处，只是楚风却一直无缘见到。想不到今日会在此处相遇，并且他的实力竟如此之强，远在子玲等人之上。张大喜之际，楚风便想呼唤出口，可是话刚到嘴边，他又噎了回去。张天翼不仅修为强横的有些不合常理，他的着装也是有些特殊，一身青绿色的轻型铠甲，显然不是凡物。而那铠甲的胸口处还写着一个大大的弓字，